星期四道指好似食咗大力菜咁，歷史性首次衝破52,000點大關，標指重返7,500點整數大關，以科技股為主嘅納指彈咗1.91%，費城半導體指數更加大升超過6%，直接收復前一日嘅陰燭，再創歷史新高。但係喺呢個瘋狂反彈嘅背後，市場卻集體出現咗一種極度撕裂嘅怪現象。代表科技核心嘅半導體硬件股前一秒先遭遇無情洗牌，而新上市嘅 SpaceX 市值瘋狂升到2.5萬億美元嘅關口，躍居美國市值第6大企業。好多人睇到頭都大埋，完全搞唔清點解市場面對聯儲局年內可能加息嘅陰霾，另一邊資產價格又可以噴射上升。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呢個星期全球金融市場迎來超過20家央行集中議息嘅超級央行周，而市場目光完全鎖定喺新任聯儲局主席沃什執掌瑞印之後嘅首場議息會議。呢位主席嘅鐵血風格真係毫不留情，一上台就直接撕毀咗前任留落嚟嘅減息劇本。雖然利率一如預期維持喺3.5%至3.75%不變，但貨幣政策立場意外轉鷹，實體經濟嘅通脹黏性依據底層因果關係嚟睇，依然不容樂觀。5月核心服務業通脹月增率達 0.29%， 帶動核心 PCE 無論係按年計算，還係過去3個月嘅年化成長率，都將高達 3.4%。與此同時，衡量潛在通脹趨勢嘅 Trailing PCE 年增率亦上升到 2.4%， 創下自2025年12月以嚟嘅最高水平。物價持續高企，沃什喺記者會上面多次強調要實現物價穩定，卻隻字不提當局支持就業市場嘅另一政策任務，甚至打破多項慣例，將會後聲明內容大幅縮短，由4月時超過300字縮到得返132字，措辭簡潔且不含糊，更加宣布要廢除前瞻指引，連佢自己嘅利率預測點都冇提交，擺明係要強行拔走華爾街嘅奶嘴，暗示聯儲局嘅獨立性不受政治壓力。最新利率點陣圖顯示，19名官員中有9個預料今年至少加息1次，每次幅度0.25厘，其中6個預計至少加息2次。受呢番言論刺激，對息口敏感嘅美國2年期債息周三飆升13個基點，創下去年4月以嚟最大單日漲幅。呢個宏觀底層條件本來對高估值嘅科技股形成極大嘅壓力，但偏偏喺呢個時候出現咗一個強力嘅短期價格觸發點，亦即係美國與伊朗嘅臨時和平協議正式生效。特朗普總統喺7大工業國峰會上面宣布與伊朗停戰諒解備忘錄嘅電子版完成簽署，美軍中央司令部解除海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承諾係60天期限內免費開放通行，商業船舶通行立即啟動，波斯灣石油供應恢復，紐約期油應聲最多下跌 4.2%， 每桶低見73.58美元，波蘭特期油亦都跌穿每桶80美元關口。能源價格直線下滑，迅速傳導至美國本土民生消費端。美國汽車協會公布全美汽油平均零售價星期四跌穿每加侖4美元。高油價本來嚴重擠壓中低收入家庭喺邊際消費上嘅預算，特朗普政府喺期中選舉前極力促成呢項協議，正係睇準咗低能源成本能最快收買底層選民對經濟嘅體感。油價大跌，舒緩咗華爾街對結構性通脹嘅憂慮，帶動美國10年期債息曾回吐 6.12 個基點至 4.426 厘。呢個債息下滑嘅觸發點，正好釋放咗股票市場嘅估值壓力，抵消咗大家對聯儲局加息嘅恐懼，完美解釋咗點解星期四市場更願意關注企業獲利同基本面韌性，促成咗科技股嘅絕地反攻。散戶資金流向同市場廣度透露出強烈嘅恐懼與貪婪交織。追蹤散戶資金流嘅 Vendor Research 數據透露，散戶3日淨買入金額達 3.69 億美元。不過，投行 Everjones 統計咗過去20年美國30家最大規模公司 IPO 後嘅歷史走勢，結果極具警示意義。呢類超級新股上市後3個月嘅平均跌幅為 2.8%， 而同期標普500指數平均上漲 3%， 上市1年後其表現平均落後大盤高達 15%。雖然 Arete Research 分析員發表報告給予 SpaceX 買入投資評級，目標價401美元，認為2030年收入將超過2000億美元，但 SpaceX 股價繼星期三倒跌近 5% 後，星期四一度再瀉 10.3%， 收市報185美元，回吐 3.6%， 幾乎回到咗緊5個交易日嘅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 VWAP 大約179美元附近。呢個代表咗 IPO 初期買得太慢嘅散戶，目前好多已經冇獲利空間。短期修正顯示資金開始重新評估其高聳估值嘅合理性。接下嚟我嘅策略係重點觀察掛牌第一天交易嘅低點，守住就代表市場信心尚未潰散。
喺重大主題專題探討方面，全球信用市場同埋 AI 產業鏈正喺度發生幾場多數人完全忽視嘅結構性巨變。為咗應對 AI 基礎設施嘅軍備競賽，微軟、Alphabet、亞馬遜同 Meta 四大科技巨頭喺2026年嘅資本支出總額已確認達到驚人嘅7250億美元，相較於2025年創下嘅4100億美元紀錄，暴增咗77%。高盛更預測遠期合計資本支出將達到天量般嘅7.6萬億美元。呢項建設過程對資金嘅消耗極為劇烈，以至於即係人類歷史上現金儲備最豐厚嘅企業組合，亦驚覺單靠自身嘅自由現金流完全無法支撐，導致佢哋被逼大規模發債。佢融資規模之大，甚至直接撐破咗美國本土債券市場嘅胃納量。為咗尋求新嘅資金來源，巨頭們集體轉向國際市場發行非美貨幣債券嘅反向洋基債。喺2026年，非美貨幣已經霸佔咗科技巨頭債券融資總額嘅48%。5月 Alphabet 喺日本發行咗5765億日元債，創下外國發行人喺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紀錄，直接超越咗股神投資旗艦巴郡喺2019年寫下嘅神話。6月，亞馬遜緊隨其後喺加拿大發行咗140億加元債券，一舉奪得加拿大企業債券市場歷史最大單一發行嘅寶座。摩根士坦利預計2026年科技巨頭喺歐元區嘅借貸將達到500億歐元，呢個將使美國企業超越法國，成為整個歐元區企業債券嘅最大單一發行來源。涵蓋5大巨頭嘅財務指標顯示，2026年第三季正成為一個極其危險嘅交匯點。巨頭們嘅現金資本開支年增長率高達70%，而營運現金流年增長率卻只有23%。到2020年底，花喺晶片同數據中心嘅錢將徹底超過營運流入嘅現金。呢一個係一場精密嘅資本套利，一旦遠期回報無法覆蓋利息成本，用高槓桿債務堆砌出嚟嘅硬件繁榮將直接演變成系統性災難。緊接住睇下第二個主題，亦即係 AI 能力本身正在經歷慘烈嘅商品化過程。大語言模型 token 價格指數喺今年第二季度末出現加速下滑。微軟正喺度緊鑼密鼓地研究將中國開源模型 DeepSeek V4 納入其 Copilot 服務。其根本出路就係尋求 OpenAI 與 Anthropic 之外嘅極低成本替代方案。微軟同時宣布將 Copilot Cowork 改採依使用量計費，正係因為企業用戶頻繁執行 AI 任務，導致算力基礎設施成本超出咗微軟固定嘅訂閱利潤。呢一驗證咗研發最強模型嘅人未必能笑到最後。擁有客戶生態，能將低成本算力轉化為實質生產力嘅算力平台，先會係呢場淘汰賽嘅最終受益者。SpaceX 剛完成世紀 IPO 就宣布全資收購 AI 編程初創明星 Anysphere， 亦即係 Cursor 嘅母公司，耗資高達600億美元。Cursor 目前年度企業 B2B 收入已經達到26億美元。喺實際工作情景中，佢結合大模型創造咗分維編碼模式，軟件工程師唔再需要手動編寫繁瑣嘅底層代碼，只需口頭或者文字提出概念同業務邏輯，底層複雜架構全數由 AI 自動生成並調試，等原本要搞幾個月嘅軟件開發週期縮短到幾日就搞掂。2026上半年 Cursor 嘅 token 經濟學實現咗結構性轉正，經調整後利潤正加速走向盈虧平衡。馬斯克深知 SpaceX 剛上市嘅股價處於情緒狂熱最高點，市值直撲3萬億美元，於是果斷利用呢啲高度膨脹如同高價值紙牌嘅股票去換取 Cursor 呢類擁有真實企業黏性嘅軟體資產，趕在 SpaceX 自身龐大資本開支週期抽乾現金流之前注入軟體現金奶牛。高盛預測到2030年自主 agent 嘅普及將推動 token 消耗量暴增至目前全球總容量嘅24倍以上。市場已經意識到純賣晶片堆硬體嘅債務槓桿已經拉到極致，未來嘅勝負在於軟體 agent 變現速度。最後一個重大主題就係中國 AI 晶片喺全面封鎖下嘅突圍戰。喺西方長達數年嘅全面封鎖下，現實展示咗演化機制中最頑強嘅一面。根據金融時報發佈嘅摩根士丹利研究數據，儘管中國無法獲得荷蘭 ASML 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導致單粒晶片嘅物理製程被卡死在7納米，但華為採取咗截然不同嘅非線性應對路徑。喺硬件端，華為通過多層晶片堆疊技術繞過單一電晶體微縮嘅限制，更具顛覆性地喺最新推出嘅 Cloud Matrix 384平台上轉向用數量彌補質量嘅系統級優勢。該平台通過特有嘅網絡拓撲結構，將數百粒本土 AI 晶片與華為星騰 910C 進行超大規模互聯，形成一個龐大嘅運算集群，試圖用整體系統嘅架構優勢嚟對抗輝達單粒晶片嘅領先地位。客觀數據顯示，中國本土最強 AI 晶片星騰 910C 喺 FP16 性能上面大約750 TFLOP， 同輝達 H 係接近2000 TFLOP 相比，仍有至少2個世代嘅代差。這產能高度受制於本土代工廠嘅瓶頸，但華為成功將半導體競爭從材料物理問題轉化為網絡架構問題，用集群規模對抗單體極限。
已經成功幫中國算力產業打開咗一條活路。未來中美算力市場將徹底走向雙軌並行。喺全球宏觀視野嘅維度上，外匯同商品市場呈現出極其矛盾嘅人性本能行為。美伊停戰協議正式生效後，美國承諾喺60日內為伊朗制定一項高達3000億美元嘅融資計劃，並立即發布豁免令，允許伊朗原油及其衍生品出口。美聯儲議息結果公佈之後，美元指數瞬間被推高1%至 100.57， 歐羅對美元慘烈回落至 1.1478， 日元跌至 161.82。資金喺極端不確定性面前瘋狂湧向美元尋求避險，呢進一步抽乾咗全球市場嘅流動性，風險資產比特幣受此重創，最多下滑 3.5%， 回落至64,000美元。高盛嘅最新預測顯示，2026美股市場嘅整體企業回購規模依然預期高於新股發行與解禁股帶來嘅賣壓總和，企業自身嘅回購依然是撐住標普500指數底部嘅核心中流砥柱。沃什時代嘅聯儲局已經正式登場，佢帶嚟嘅唔係溫柔嘅撫慰，而係殘酷嘅物競天擇。當前瞻指引成為歷史，市場唯一嘅燈塔就只剩下冰冷嘅經濟數據本身。聰明嘅資金必須懂得與狂熱保持距離，睇懂圖表背後嘅因果細節，並耐心等待明星新股嘅估值修正，先係呢一場殘酷遊戲中嘅最終生存法則。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言，我哋下一集再見。